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，我是一彩，和你一起了解生活，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。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，同样是60岁左右，会打扮和不会打扮的女人，到底差在哪里？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60岁这个年纪真是让人又爱又恨。一方面，我们终于可以卸下工作的重担，享受退休生活的宁静与自在。另一方面，岁月的痕迹却在我们脸上和身上悄然显现。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同样是60岁左右的女性，有些人看起来优雅从容，气质非凡，而有些人却显得邋遢老气，毫无生气。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，看看会打扮和不会打扮的60岁左右女人究竟差在哪里。一，同样的年纪，为什么你比别人看起来显老？因为这两点。第一点，体态会直接影响整个人的气场。关于体态，许多人可能会认为这是与生俱来的，无法改变，但实际上，体态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来改善的。你有没有观察到，那些看起来充满活力、年轻优雅的60岁左右的女人，她们的站姿和走路的方式总是给人一种精神饱满的感觉。相反，那些驼背、低头、肩膀内缩的姿势，会让人看起来瞬间老了许多。第二点，穿衣打扮得太老气也会很显老。女人到了一定年纪，有人开始喜欢穿那些宽松的几乎能装下2个人的衣服，颜色也总是偏暗，仿佛想要把自己完全包裹起来。这样的装扮不仅让人显得老气横秋，还给人一种不注重外表、缺乏活力的印象。而那些懂得如何打扮的60岁左右的女人，她们总是能够挑选出合身的衣物，既不会过于紧绷，也不会松松垮垮到像是披了一件麻袋。在颜色的选择上，她们也拿捏得恰到好处，既不会过于鲜艳夺目，也不会显得过于单调乏味。这样的穿着既展现了她们年龄的成熟稳重，又不失优雅和活力。二，如何培养出优雅的体态，其实并不难。这里有一些简单的方法可以帮你。方法一，站姿端正，肩膀微微下滑，打造出松弛感。首先，保持正确的站姿。很多女人会在站立时下意识地绷紧肩膀，其实这样反而会让人看起来很紧张。正确的做法是，站立时身体要挺直，但不要僵硬，让肩膀自然放松，不要刻意抬高或下压。这样不仅能让你看起来更加优雅，还能给人一种从容不迫的感觉。方法二，将脊背挺直，笑容自信，避免弯腰驼背的情况。其次，保持脊背挺直，面带自信的笑容，避免弯腰驼背，因为这会让你看起来显得老态龙钟，无精打采。相反，挺直脊背，配上自信的微笑，能让你看起来年轻许多。当然，挺直脊背不是要你僵硬地站着，而是要保持一种自然的直立姿态。平时可以多做一些瑜伽或拉伸运动，慢慢的你会发现自己的姿势越来越优雅。方法三，选择领口简约有露肤效果的服装，弱化上半身轮廓感。最后，选择合适的服装。很多女人到了一定年纪，喜欢选择高领或严实的衣服来遮盖颈纹，但这会让你看起来更加臃肿和老气。不妨尝试一些领口简约，稍微露出一点锁骨的服装设计，这样不仅让你看起来更加优雅，还能在视觉上拉长颈部线条，显得更加修长。三，掌握合适的穿搭思路，能够让你美得更高级。首先，选最合适的服装，气质才更加分。挑选思路一，少选过于臃肿的卫衣，多选利落有型的服装。我知道很多人喜欢穿宽松的卫衣，觉得舒服，但是过于宽大的卫衣真的很容易让人显得臃肿和没精神。相反，
选择一些剪裁利落有型的服装，比如修身但不紧绷的衬衫，或者是简洁大方的连衣裙，都能让你看起来更加精神和有气质。这样的服装不仅能修饰身形，还能展现出成熟女性的优雅魅力。挑选思路2，多注意上衣的领口设计。很多女人可能会觉得奶奶衫听起来就很老气，其实不然。现在的奶奶衫设计得非常时尚，特别是那些带 V 领设计的，不仅能修饰颈部线条，还能让整个人看起来更加优雅。同时 V 领的设计能够在视觉上拉长颈部，让你看起来更加修长。挑选思路3，多选裁剪立体的上衣。立体感强的上衣就是指那些能够很好地展现身体曲线，又不会过于紧身的衣服，比如说正肩裁剪的风衣或者西装外套就是很好的选择。这种设计能够突出肩部线条，让整个人看起来更加挺拔有型。选择一些中长款的设计，不仅能遮住腰腹部的赘肉，还能让整体比例看起来更加协调。挑选思路4，多尝试浅色的服装。很多60岁左右的女人习惯了穿深色的衣服，觉得显瘦，但是过多的深色反而会让人看起来更加老气和沉闷，不如试试浅色系的服装吧。浅色不仅能让你看起来更加年轻活力，还能在视觉上让你显得更加精神。比如说米色、黄色、淡粉色等都是不错的选择。但是要注意，选择浅色衣服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面料的质量，避免选择那些容易起皱或者显得廉价的材质。一件质地上乘的浅色衣服能够瞬间提升你的整体气质。其次，颜色搭配要简洁干净。对于60岁这个年纪的人来说，色彩搭配宜简不宜繁，简洁而干净的装扮不仅让人显得更加优雅，更能彰显成熟女性的独特魅力。可以试试糖果色的毛衣配上经典色调的长裙。糖果色的毛衣会让你看起来充满活力，而经典色调的长裙则能平衡整体的风格，避免显得过于扮嫩。第3，运用叠穿的方式加强层次感。合理的叠穿不仅能让你的穿搭更有层次感，还能起到修饰身材的作用。比如说，你可以尝试假2件的上衣设计，或者用基础的打底衫、衬衫作为内搭，外面再叠穿一件背带裙。这样的搭配不仅能让你看起来更加有型，还能在视觉上拉长身材比例。而且叠穿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能够根据温度的变化随时调整。第4，鞋子要选带跟的款式。关于鞋子，我知道很多女性朋友都偏爱平底鞋，因为它们穿起来舒适，但是恰到好处的高度不仅能让你的腿部线条看起来更加修长，还能瞬间提升你的整体气质。我们并不需要选择那些又细又高的高跟鞋，一些带有低跟的鞋子就非常合适。例如尖头设计的低跟裸靴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尖头的设计可以在视觉上拉长腿部线条，而低跟则能确保行走时的舒适度。60岁左右的女性完全可以通过合理的穿搭和良好的体态，展现出属于这个年龄段的优雅和魅力。关键在于，我们要学会接受自己的年龄，但不要被年龄所束缚，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，注意饮食和运动，再加上得体的穿搭，你一定能成为那个走到哪里都能吸引目光的优雅女性。60岁的女性完全可以通过恰当的搭配和优雅的身姿，展现出这个年龄段独有的魅力和优雅。在日常生活中，2个女人，一个会打扮，一个不会，虽然同样穿着衣服，但所散发出的气场却天壤之别。会打扮的女人像是行走的艺术品，而不会打扮的女人则会黯然失色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会打扮和不会打扮的女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。一彩将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差别所在。
揭示那些看似不起眼，实则关键的穿搭细节。第一，对色彩的敏感度与运用能力。一、色彩感知的敏锐度。会打扮的女性对色彩有着近乎天生的敏感度，她们能够精准识别哪些色彩最适合自己，不仅仅是根据肤色、发色来选择，更是结合场合、心情来决定。这种对色彩的敏锐感知，使得她们在人群中脱颖而出。二、色彩搭配的创造性。创造性的搭配色彩是会打扮女人的一大特征。她们善于运用对比色或是互补色来制造视觉冲击，或者采用渐变色、同色系搭配来营造和谐感。这种对色彩搭配的深入理解，使得她们的穿搭既有个性又不失和谐。二、对细节的关注。首先是细节的精致化处理，会打扮的女人知道细节决定成败。一个小小的配饰，如一条精致的项链，一个别致的手包，甚至是一枚戒指，都可能成为整体穿搭的点睛之笔。他们会用这些细节来表达自己的风格，展现不一样的美。其次，配饰的恰到好处。在配饰的选择上，会打扮的女人总是恰到好处，她们懂得过多会造成杂乱，过少又会显得单调，因此她们总能找到那个平衡点，使得配饰既能够衬托自己，又不会夺走服装的风采。三、服装的合身度。首先，根据身材选择合适服装。合身的服装是会打扮女人的标志，她们懂得根据自己的体型选择合适的服装，无论是紧身还是宽松，都能恰到好处地展现身材的优点，掩饰不足。相反，不会打扮的女人可能在这方面就显得力不从心。其次，不同场合穿着不同的衣服。人在不同季节、不同场合、不同年龄和不同阶段，都会穿相对应的衣服。人的一生不会因穿着而决定，但看你穿的衣服，就能看出你的生活状态和内心世界，而这些也能折射出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为人处事，进而影响我们的命运。穿搭的魅力远不止于提升外表的吸引力，它更是个人品味、审美眼光和生活态度的直接展现。懂得穿衣打扮的女人，无论身处何地，总是自信与优雅的化身。她们擅长运用色彩的搭配，注重细节的雕琢，对衣服的合身度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，从而塑造出自己独有的风格。即便是不擅长穿搭的女人，只要愿意投入学习和实践，也能够逐步提高自己的搭配技巧，让自己变得更加引人注目。懂得了穿搭的注意事项，我们也需要避免一些穿搭雷区。很多女人到了60岁，都容易踩中的3大穿搭误区，看看你有没有。雷区1：着装松松垮垮，随着年龄增长，新陈代谢速度就会下降，身材体型也容易发福变形。很多女人会选择用宽松的服装来掩饰身上的肉感，自以为扬长避短，实际只凸显了短板。松松垮垮的衣服穿在身上显得邋遢没精气神，还会横向拉宽视觉，碾压身高，视觉上看起来又胖又矮，完全没有塑形效果。雷区2：打扮花里胡哨。50-60岁的女人最喜欢用颜色鲜艳、元素繁杂的衣服来掩饰自己的年龄，认为穿得越花哨就越年轻，因此从不避讳颜色和元素。实际上，这种花里胡哨的衣服穿在身上，不光看着艳俗土气，还容易显得廉价，将各种身材问题都暴露无遗，显矮显胖又显老。雷区3：喜欢披金挂银。在首饰配饰的选择上，很多女人对于黄金、白银都有很深的执念，认为它们是显贵的象征，身份的体现，实际却是显老油腻的罪魁祸首。披金挂银妥妥地增加了视觉年龄，尤其是黄金首饰本身色彩饱和度高，
佩戴在露肤留白位置对黄黑皮非常不友好，反倒看着土气。会打扮和不会打扮的女人，真的是不同的命运。爱美之心人皆有之，如果没有特别的原因，天下的女人都希望自己漂漂亮亮的，嫁给好男人，过风风光光的日子。现实告诉我们，很多女人长相不错，但做什么都不顺，甚至会被贴上苦命人的标签。今天我再和大家聊一聊打扮这件事对女人的命运有多大的影响。一，不会打扮的女人很难有人爱。有个成语叫做举案齐眉，它讲述的是东汉时期一个名叫孟光的女子的故事。孟光的容貌并不出众，但她却有着一颗坚定的心。她向周围的人宣称自己要嫁给当时颇有名望的梁鸿。梁鸿虽然家境贫寒，也没有显赫的地位，但他的人品却得到了乡亲们的广泛赞誉。当梁鸿得知孟光的心意后，便欣然接受了这桩婚事。婚后，梁鸿对孟光的态度却有些冷淡，这让孟光感到困惑不解。原来，孟光曾以为男人都偏爱打扮艳丽的女子，于是他便穿上了绸缎衣服，涂抹了胭脂，但这些装扮恰恰是梁鸿所不喜欢的。梁鸿内心深处其实更喜欢朴素无华的女人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思考，孟光决定改变自己的打扮。她脱下了华丽的衣裳，洗去了脸上的脂粉，换上了朴素的装扮。她与丈夫一同隐居山林，从此两人过上了如同神仙眷侣般的生活。女人要懂得一个道理，真正的打扮并不等同于浓妆艳抹，也不是穿上华丽的服饰，更不是为了取悦周围的男性。它是一种根据家庭状况、所处的环境以及与家人相处的方式来调整自己的行为举止，适度装扮自己的外表，从而提升个人魅力的过程。正如菜根谭所言，贫家净扫地，贫女净梳头，景色虽不艳丽，气度自是风雅。家境贫寒，外貌平凡，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失去了优雅。如果我们连打扮都不会，那才真正失去了风度。任何事情如果做得过头，都可能适得其反。首先，邋遢的外表很容易让人产生厌恶感，无论是在职场还是生活中，这都可能导致被孤立。其次，不恰当的装扮虽然可能吸引眼球，但往往让人感到奇怪，甚至不敢接近。这样的打扮对于成就事业来说，无疑增加了难度。即便有人愿意接近，也可能并非出于正当的目的。最后，那些从不打扮的女人，往往显得比较悲观，缺乏自信，总是低头，不敢直视他人。这样的态度在恋爱中也容易被人轻视，缺乏吸引力。如果女性遇不到心仪的人，又缺乏改变命运的内在动力，那么就可能面临内外交困的困境。二，学会打扮是改变命运的开始。在唐朝，杨贵妃被誉为绝世佳人，她的美貌吸引了无数目光，也赢得了皇帝的专宠。然而，她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外表，她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家和舞蹈家。杨贵妃受宠后，一些大臣们因为她的美貌而忽视了她的才华，甚至拒绝向她行礼，认为她只是凭借美色迷惑了君王。皇帝对此感到不悦，便下令大臣们改变态度，最终他们不得不向杨贵妃表示敬意。杨贵妃喜爱穿着石榴裙，这一喜好也流传下来，成为了一句俗语，拜倒在石榴裙下，形容人们对她的倾倒。她的美丽不仅仅是因为天生丽质，她的装扮和打扮也起到了重要作用。据说，为了保持美貌，杨贵妃偏爱淡妆，追求自然之美，并且非常注重饮食和沐浴。有一句俗语说，女大18变，女人在成长的过程中，随着内在和外在的不断变化，她们的命运也会发生转变。那些不愿改变、墨守成规的女人，往往容易被时代所淘汰。
具体来说，会打扮的女人改变命运的方式有以下几种。第一，会省钱。打扮需要花钱，但更需要省钱，甚至因为打扮带来很多的财富，并不是我们想象的，打扮就是不断花钱。古代女人在家里纺织，做出精美的衣服，不仅打扮了自己，还供养了家庭。一根毛线可以变成衣服，也能变成头上的装饰，这些都是省钱和赚钱两不误的体现。第二，手巧。穿戴得体其实是一种生活的艺术。想象一下，一头柔顺的长发，既可以自然垂落，也可以优雅地竖起，甚至可以搭配上精美的头饰。无论是发髻的造型，还是利用家中闲置物品进行创意改造，亦或是养花、衣物的修补、制作鞋垫，这些都是对生活细节的用心打扮，是真实自我的展现，没有一定的智慧和巧手。这些看似简单的日常打扮其实是难以做到的。一个会打扮的女人不仅心灵手巧，更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生活，主宰命运。第三，有个性。俗话说，好看的容貌千篇一律，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。真正会打扮的女人不是东施效颦，而是突出自己的个性，让自己鹤立鸡群。当一个女人学会了打扮的技巧，就更善于量体裁衣，而不是活成大众化的人。她的个性可以延续到事业、家庭、财富管理等方面。第四，更加自信。参加过面试的人都知道，打扮得体、自信满满这些话有多重要。想象一下，一个女人精神抖擞地走进面试的房间，那种自信的光芒无疑会让她成功的几率大大增加。网络红人芙蓉姐姐曾经说过，充实实力，不惧怕任何对手，迎难而上，自信发挥，尽力而为，偶想就会所向披靡了。从曾经的被嘲讽到现在的被羡慕，芙蓉姐姐用她的实际行动向我们展示了自信如何改变一个人的命运。北宋的贺铸曾作诗说，记得绿罗裙，处处怜芳草。他的思念总是与妻子的装扮紧密相连，这让人感受到他的妻子在家中很是幸福，在外人面前也保持着尊严。或许改变命运的不是婚姻，而是个人的打扮和自我提升，让他人对你刮目相看。在同一个世界，同一个年龄层，女人的命运却千差万别。如果你感觉生活不如意，不必过多抱怨，很可能是因为自己还不够努力。女性朋友们，注重自己的形象，好运自然会降临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或者看后有所醒悟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